大家好，我是邱平。之前我们在云贵川旅行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绝壁天河以及挂壁公路，经常会说贵州版的红旗渠。那今天我们来的就是原版的红旗渠，这里属于山西平顺县呢。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红旗渠的源头。我们上个月在陕西看到了郑国渠，那个是一条2000多年的水渠，到现在还能使用，使关中成为一个富饶的地方。那么这个红旗渠的作用呢，是否和郑国渠一样呢？今天就来去了解一下红旗渠的历史。红旗渠是由山西长治左漳河到河南临县的一条水渠。在了解红旗渠源头之前，我们得知道在几十年前为什么要修建红旗渠，修建这条世纪工程，以及为何要选择在我们眼前这里作为红旗渠的源头。河南临县处于晋豫交界之处，西侧是巍峨的太行山，北侧是流淌的漳河。尽管附近有河流，但是那些河流多次改道，偏偏每次改道都不流向林州，就是我们说的临县。这个地方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的水源十分稀少，又因为特殊的地质条件，地表水极易散失，而且地下水的开渡非常困难，曾以极端的干旱闻名。我们如果去看林州县志，能够发现从明朝初年到1949年，林州出现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100多次，主要是干旱缺水。出现大旱时，粮食绝收30多次，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因为干旱导致的饥荒，在500多年的时间里面，还曾出现了5次人相食的惨剧。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地的人们呢，也一直想过自救。一开始也是兴修水利，修建了一些水库，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到了1959年，临县又遭遇了一次特别严重的干旱，其中境内的4条河流全部断流，包括之前修的那些水利都没有水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水要去几十公里外挑回来，当时的水资源极度匮乏。我们都知道，水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没有水，生活是极度不方便，甚至说生活会很艰难。那当时的缺水到什么程度呢？很多时候人们平时都不洗手和脸，只有碰到重大节日的时候才进行清洗，而且是一盆少少的水，大家轮流使用，洗完了还要浇在菜地里，不能有丝毫的浪费。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想解决临县的缺水问题，修建一条水渠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任何时期的水利工程作用都是非常巨大的。你像陕西的郑国渠修建完成之后，造就了800里秦川，使整个关中成为一个富饶的地方。那个水利工程到现在仍然使用，2000多年以来一直灌溉着关公大地。还有一个就是四川的都江堰，那就更不一讲了，使当时的四川沼泽地变成了天府之国。这都是我们熟知的一些水利工程。其实在全国各个地方还有很多水利工程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果临县能修成一个完好的水利工程，可以说是应该能够彻底改变临县的命运。有了水，生活、灌溉、畜牧都能够很好的解决，于是修建水利工程就迫在眉睫。从这个时候，红旗渠应该就提上日程了。要修建水利工程，往往都是高处往低修建。你像郑国渠，它就是在关中平原的西北部修建，然后流向东南部，北高南低嘛。临县属于盆地，它的西边刚好就是太行山，所以它的水利工程应该就是从西边的太行山往东边流向临县那个盆地。当时经过多方面的科学考证，把红旗渠的源头就选择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这里的高度跟红旗渠终点的高度落差是15米，刚刚好。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水利工程，特别是这样一条灌渠，它的落差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基本上保持的这个高度就刚刚好了。于是1960年2月份，太行山当中的山西平顺县迎来了一群穿着朴素的外乡人，他们背着简易的行囊，拖家带着口，打响了
修建红旗渠的战役，因为当时他们心中的想法、心中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水渠建成之后，能够给他们身后的故乡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跟我们说，在云贵川经常看到很多关闭公路，那些当地的村民他们也讲，他们修建这个挂壁公路其实最大的作用就是造福子孙后代。你像云贵川那些悬崖上的村落，如果没有挂壁公路，隔个10多年可能就消失了。有了这些挂壁公路，那些村落还能够正常的存在。我们说回这个红旗渠，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世纪工程就开始了，也算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项奇迹。1960年红旗渠开始动工，到1969年7月份，红旗渠的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了将近10年，7万人、30万人工参与了这项伟大工程。他们大概总共削平了120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了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000多座。他们挖的土石达到2200多万立方米。当时他们基本上是夫妻合力，父子同行。那个时候没有专业的技术，没有大型的机械，他们就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肩膀，依靠铁锹、钢钎，靠着大家一起努力，建设完成了这个世纪工程。我们都知道，太行山80%-90%都是山体，而且那个是石灰岩，开凿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有时候修建那个隧道是在悬崖上面，完全是人吊在半空中进行开凿的。我们之前在重庆看那些挂壁公路，也能够了解到是非常艰难的。在云贵川那些修建挂壁公路，我们经常说可能就是几百米、1公里，那个都称之为伟大。而这个红旗渠呢，那就更不得了了，更伟大了。在这场艰难的战役中，共有81位英雄永远的离开我们，向他们致敬。他们有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他们都是为了这项伟大的工程而牺牲的。眼前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红旗渠曲手枢纽工程，旁边就是有着拦河坝横卧的卓漳河，就是从卓漳河取水进入红旗渠。当时人们来到这里修建的时候还是冬天，河水冰冷刺骨。我们现在3、4月份都比较冷，在当时2月份就更冷了，可能有时候还会下雪。修建这个天河要进行筑坝拦水，是当时打响的第一枪，也是第一炮。水利工程我们都了解，自古以来也是如此，节流可以说是关键中的关键。当时水流大，水又冰冷，导致节流工程非常困难，河水也比较凶猛，只要把石头一放下去都会冲走。最后当时有40多名修建这个渠的工人，他们主动自发地跳进冰冷的河流，手挽手，臂挽臂，肩并肩，手拉手，排成人墙，挡住了刺骨的河水，相当于是用血肉之躯保障了这个大坝节流的顺利进行。有了节流，水位才能提高，才能进入那个渠道嘛。历经了差不多10年，红旗渠的修建完成，使得这条天河穿过太行山，水流源源不断地流往邻县，50多万人和50多万耕地彻底地告别了干旱的历史。70年来，已经累计饮水超过了120多亿立方米，灌溉农田4600多万亩，这就是水利工程的作用。我们说郑国渠、都江堰延续了2000多年都在使用，那么这个红旗渠我们可以说它也能够延续2000年。这里就是红旗渠的渠首，也是源头。红旗渠正是从这里开始，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隧洞，这个卓漳河的水就是从这里进入这个隧洞，一直流淌到河南的临县。看看这个隧洞当时多么的不容易，在几十年前修建这样的干渠，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当时是没有大型机械设备的，基本上就是靠双手、靠肩膀，工具呢，钢钎、铁锹等等，在这样山体开凿一条水渠出来，而且呢还要穿洞，想一想都是多么的不容易，向他们致敬，向这些前辈致敬。下面就是红旗渠的干渠，看起来挺大的，宽度我感觉都有4米左右，高度也有好几米。它整个是沿着河流，沿着山体，沿着太行山修建的，从这边一路向东流向临县。红旗渠这样一座耗尽将近10年的伟大工程，是我们新中国的奇迹，
被誉为世界上第8大奇迹。看完大家觉得是不是真的如此？我感觉完全是配得上的。红旗渠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